我乃当朝公主，却痴恋佛子。他心上人死后，我如愿下嫁。可婚后，佛子夜夜笙歌，更将青楼女子带回府中寻欢。纵使他百般折辱，我仍执迷不悟。直至临产那日，他与花魁在我房中翻云覆雨。我求他为我寻产婆接生，他却说：萧渊，当初是你不择手段要嫁与我，既如此，便该安分守己。等我办完事，自会找人给你接生。你若不服，大可3人行，小心别伤了孩子。我气血逆流，难产而死。再睁眼回到他带花魁入府那日，这一次我不再留恋情爱，还他自在，也还我皇女之尊。太医说，再过4月，我腹中之子便能降临人间，是位小世子。我万分欣喜，急于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玄寂。可等了2天2夜，他都没有回来。下人说，驸马爷在醉仙楼住下了。我心头一沉，提着裙摆快步向外走去。醉仙楼前莺歌燕舞，刚踏入2楼，一股浓郁的脂粉香气便扑面而来。我胃里一阵翻涌，险些吐出来。回廊上凌乱地散落着衣物，男子的锦袍与女子的纱衣纠缠在一起，像是一条蜿蜒的蛇，直通最里头的那间雅阁。门内传来女子娇媚的喘息声，夹杂着男子低沉的调笑。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正是我的驸马玄寂。手中的长命锁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我怎么忘了？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即便在我临产那日，也不曾改变。害我到死未能等到产婆，生下一个死胎便撒手人寰。若换作从前，我定会大闹一番，求父皇为我做主。可如今我不想再闹了。我缓缓松开手，转身扶着栏杆，一步步走下台阶。里头的人似乎听到声响，房门终于开了。玄寂披着松散的寝衣走出来，发丝还带着欢好后的诗意。他看到我时明显一怔，随即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。公主怎么会来青楼？他漫不经心地理着衣襟，身上还带着那股令人作呕的脂粉味。我强压下腹中不适，平静地问：驸马兴致不错，几日不曾回府，想必此处定是人间仙境。他挑眉看我，似乎很惊讶我竟如此镇定。正要开口，一个身着薄纱的女子从殿内款款走出，赤足踩在青石板上。驸马爷怎么走了？奴家还能再伺候您一轮呢。醉仙楼的头牌于晨碧从房中出来，故意将衣领拉低，露出脖颈上斑驳的红痕。他见我，娇声问道：这位是？玄寂一把揽过他的纤腰，手指暧昧地在他腰间流连。这位是昭华公主，本朝的明珠。于晨碧故作惊讶的眼唇，哎呀，奴家未能认出公主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如今她臃肿不堪，你认不出何罪之有？他往玄寂怀里缩了缩。可公主若是怪罪，奴家小命就不保了。玄寂低头在他耳边吐气，放心，有本驸马在，他不敢凶你。他抬眼看我，眼中满是冷漠。公主不是说过，只要我肯还俗娶你，其他事一概不管。我闭上眼，确实，当初是我以权势相逼，强求这段姻缘。他厌我是应该的，你既执意如此。我缓缓起身，下令：从今往后，驸马尽可将于姑娘带回府中，无需知会本宫。说罢，我转身走下楼。玄寂面容一僵，并未挽留。想必他以为我是在欲擒故纵，耍小性子逼他低头。他想错了。在我即将踏出醉仙楼的那一瞬，他突然喊住我：萧渊，你这是何意？我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回头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情爱所惑。他若不愿，我便放他自由。我扶着沉重的腰身走出醉仙楼，贴身侍女香菱早已备好马车，见我出来，连忙上前搀扶。殿下，咱们回宫吗？我望了眼玄寂所在的厢房，那个人曾经承载着我多少痴心妄想，却又视我如草芥。从前的我真的是傻透了，与其想方设法赢回他的心，不如早早放手，免得再死在他手上。不了，回公主府。出嫁的公主回宫会被旁人耻笑，幸好我还有自己的府邸。公主府虽久未住人，但定期有人打扫，还和从前一样，和我与玄寂初见时一样。那年我病重，怎么都不见好，母后便召他入府来为我驱邪避灾。就那一面，我念了一声，如今再看，只有无尽的伤痛。我将有关玄寂的物品统统砸碎。香菱劝我歇着，我却执意要亲自动手，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些不堪的记忆。直至3更，眼中再无他的痕迹。许是太过劳累，腹中突然传来一阵抽痛。香菱担忧：殿下，您脸色不好，要不要请太医？我摇摇头，只是让他去煎药。待店内只剩我一人时，眼泪终于不受控制的滑落。多年的痴心就这样戛然而止，又怎会不痛？更让我揪心的是腹中的孩子，留下他意味着这辈子都要与玄寂纠缠不清，不要他却又于心不忍。就在我辗转反侧之际，京城最负盛名的醉仙楼正夜夜笙歌。听下人说，玄寂这些日子与于晨碧在府中恍若无人，于晨碧更是带着我的珠钗首饰四处炫耀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这么多日过去，他竟丝毫未察觉我已不在府中。这样也好，我也不想与他照面。7日后，趁着玄寂入宫面圣，我带着香菱回了驸马府，取些贴身物件。刚收拾完行李准备离开，却在庭院里撞见了匆匆赶回的玄寂。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包袱，冷笑道：堂堂公主做这等偷摸之事，不嫌丢人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驸马此言差矣，本宫不过是来取自己的东西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装模作样的走，见我不曾理会又回来，
再过几日是不是又要以死相逼？我闻言轻笑出声，驸马多虑了，死过一次的人最是惜命。说着，我从袖中取出一封和离书递给他。今日来，除了取东西，还想请驸马签了这个。旋即展开一看，脸色骤变，他一把将和离书拍在案几上。你以为用和离威胁我便不敢忤逆你？别忘了，你腹中还怀着我的骨肉。驸马误会了，我没有威胁你。不日我便会向父皇禀明，好让你与于姑娘名正言顺。天真，莫要以为你皇室身份有多尊贵，世间女子皆要从一而终，即便公主也要遵守。你无故与我和离，丢脸的可不是我旋即。我后退一步，背脊挺得笔直。我自会寻个由头，不劳驸马费心。旋即似乎被我的态度惊到，沉默片刻后，他竟放软了语气。我知你不喜欢陈璧，你只当她是我的通房丫鬟，在你有孕时替你服侍我而已。不必了，就算我萧渊会一辈子受人耻笑，也不愿再与你有半分瓜葛。旋即脸色铁青，一把掀翻了身旁的花几，瓷器碎裂的声音在庭院里格外刺耳。好，很好，萧渊，你别后悔。旋即并不爱我，我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我才以为和离会很快。3日后，我等来父皇的召见，可我踏入御书房的那一刻，一卷明黄的奏折便狠狠砸在我脚边。父皇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：胡闹！当初你闹得满城风雨，皇宫内外谁不知道你钟爱驸马？如今怎的又要和离？我跪在地上，看着那封被揉皱的和离书，心中一片寒凉。原来旋即不是去准备和离事宜，而是直接告到了御前。儿臣知错。我俯首叩拜，声音却异常平静。但儿臣心意已决，求父皇成全。父皇气得胡须直颤，母后赶忙在一旁劝和。皇上息怒，年轻人气盛，一时闹脾气也是有的。他看向我，柔声道：渊儿，你可知旋即如今乃朝中大臣，主天象祭祀一事，这些年都是他供奉天神以保大梁平安。你再生气也不能闹和离这么大啊！我猛地抬头，喉头一阵苦涩。原来我痛苦挣扎才做出的决定，旋即竟用天象便可要挟。我强忍泪水。父皇母后明鉴，驸马心中另有所属，儿臣不愿强求。原来就这点小事。母后轻笑，并未放在心上。男子3妻4妾是寻常，你是驸马正妻，自该有容人之量。更何况你现在怀着身孕，太医都说了是位小世子，想必世子出生，驸马便会收心在你身上了。这番话如同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口。同为女子，母后尚且无法理解我的痛楚，竟还让我大度接受。母后是要让儿臣也像您一样，眼睁睁看着夫君3妻4妾，独守空房吗？放肆！我哽咽着控诉，却被父皇厉声打断。朕不管你们小儿女那些情情爱爱，这门婚事关乎朝局，由不得你任性。离开御书房时，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香菱扶着我，小声劝道：殿下，要不咱们先回府。我摇摇头，径直去了旋即所在的枢密院。侍卫见是我，不敢阻拦，只能放行。推开枢密院大门，旋即正斜倚在太师椅上，把玩一枚白玉镇纸。见我进来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公主这是想通了。为什么？既然厌恶我，为何不直接签了和离书？为何要去御前告我的状？旋即这才抬眼看我，唇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。公主以为我们的婚事是你想开始就开始，想结束就结束的。他随手将镇纸扔在案几上。我已向皇上禀明，此生只会纳妾，不会另娶，你是我唯一的妻。这话听着深情，可细想却让人胆寒。女子的一生竟然就绑在一个男人施舍上。我冷冷地望着他道：旋即，你根本不爱我，我主动放手，不是正合你意。爱。他突然冷笑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戾。公主当年逼我还俗时，可曾想过爱？害死玉莲时，可曾想过爱？我心头一震，我没有。够了！他猛地起身，居高临下地俯视我。不妨告诉你，我心中只有玉莲，永生永世都只会有她。我能娶你，已是你天大的福分，别得寸进尺。看着他这副虚伪的模样，我突然觉得可笑至极。标榜自己的深情，可心上人死后却迅速沉沦堕落，说着不会再爱，又不肯放我自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叹道：旋即，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是真心与你和离，并非作戏？枢密院瞬间安静的可怕。旋即的脸色阴沉的吓人，那双总是含情的桃花眼里此刻满是寒冰。良久，他抓起案上的毛笔，在和离书上龙飞凤舞的签下名字：落子无悔。我小心翼翼地收好和离书，对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公礼。多谢驸马成全。从枢密院出来后，我去了城南的济世堂，既已决定不再与他有任何瓜葛，那这孩子，我心中痛惜，可想到孩子出生后便没有父亲，更是对他的不公。我不敢找太医，只得去找民间大夫。济世堂是京城最好的医馆，专为达官显贵看诊。孙大夫为我诊脉后，面露难色。胎儿已足6月，脉象稳健，当真要落胎。我沉默良久，道：是。孙大夫叹了口气，取出一纸文书，
那请小姐在此签字画押，以免事后有变。我刚要签字，听见门外一阵熟悉的调笑声。于晨璧小腹微隆，在丫鬟的搀扶下走下软轿。四目相对时，她神色一僵，随即笑靥如花。哟，这不是昭华公主吗？您也来这儿诊脉？我尚未答话，她故意抚摸肚子。驸马爷说了，等我生下世子，就娶我做正妻呢，还得多谢公主让位成全。我冷眼看着她做戏，不发一言。原来她也有了身孕。玄寂不是说心里只有玉莲一个人吗？骗子！于晨璧突然抬高声音，听驸马说，您给孩子起名玄随，意为事事顺遂。如今你与他和离，孩子自然就不能随玄姓，不如就把这名字给我孩儿。至于你的孩子吗？他意有所指地看向我的肚子，不如就叫萧无爱，无人爱的爱。香菱扬手就是一记耳光，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对殿下不敬？于晨璧踉跄着后退，脸上立刻浮现5道红痕。萧渊！玄寂的怒吼从身后传来，他一脚把香菱踢倒在地，狠狠踩住她的脖颈。香菱的呼吸被硬生生踩断，面容迅速发紫，伸手向我呼救。她是我的陪嫁丫鬟，更是我死后唯一替我收尸的中仆。玄寂将于晨璧护在身后，眼中怒火滔天。贱婢，臣婢有孕在身，若有个闪失，我要你全家陪葬。玄寂脚下发了狠，眼见香菱就要殒命，我急得抱住她的脚，拼尽全力让她抬起。可她越发用力，恶狠狠地看向我。萧渊，虽说是丫鬟无礼，但狗仗人势，你怕不是早就想置臣婢于死地？我今日踩死他，也是给你一个警醒。臣婢是未来的枢密院夫人，即便是你，也要对她礼敬3分。我死死抱着玄寂的脚，把手塞进他鞋底和香菱脖子之间。你要动他，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我直勾勾地瞪着他，不肯退让半分。他这才作罢，在我手背上捻了捻，方才收回脚。我赶忙扶起香菱。于晨璧突然捂着肚子呻吟起来：“驸马爷，我肚子好疼！”玄寂立刻慌了神，一把将他打横抱起，临走时丢下一句：“臣婢的孩子若有半分闪失，就把你的孩子赔给他。”他们刚要走，孙大夫便来叫我：“药事已备好，请随我来。”玄寂明明听见了，却始终没有看我，只顾护着于晨璧。我鼻尖酸涩，泪水无声滑落。就在药粉即将入口的瞬间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是驸马府的侍卫闯入医馆。孙大夫犹豫地看向我，我摇摇头，仰头将药粉倒入口中。剧痛袭来时，我恍惚听见玄寂破门而入的声，玄寂去而复返，一步步朝我走来，心口那点死灰竟又冒出可悲的火星。他是不是后悔了？是不是终于想起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？只要他现在说一句软话，只要他肯拦我一下，我就认了。这孩子我拼死也生下来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玄寂伸出手，可下一刻却被狠狠甩开。玄寂等着我的眼底淬着冰，尽是厌恶。臣婢到底哪里对不住你？你就这般容不下他？他的动作又快又狠，我猝不及防，手背撞上身旁的柱子，瞬间红了一片。可手背再疼，也比不上心口那一下尖锐的刺痛。我看着他问：“玄寂，你何时见他敬我？我辛苦怀胎，他却笑我身材臃肿，我夫君被夺，他还咒我的孩子也无人爱。我乃堂堂公主，过的却还不如一介娼妓。你可还算是我的夫君？”玄寂愣住了，良久过后，他低眉启唇：“我知你有不满，可臣婢只是平头百姓，有做的不妥的地方，你好生教导就是了。”语罢，玄寂伸手要来拉我，忽然一道尖利的女声夺门而入：“公主这话说的好没道理，驸马爷明鉴。”是于晨璧的贴身丫鬟，她扑通跪在玄寂脚边，哭得情真意切：“我家小姐从未对公主有半分不敬，要是公主殿下看不起我家小姐，身份低微，认为她抢了您的宠爱，所以处处刁难。”他猛地指向我，眼神怨毒：“刚才您去取药，公主竟命她的婢女掌掴小姐，小姐吓得动了胎气，此刻还不知怎样呢。”你胡说，分明是于晨璧先言语挑衅，他咒我的孩子。够了！玄寂一声怒喝，打断我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像看一……萧渊，我只看见你现。疼得见红了。玄寂身形猛地一僵，他豁然回头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手里还握着半包。我在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中醒来，眼皮沉得抬不起，只听见香菱的哭声，断断续续，压抑着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鼻尖萦绕着浓重的血腥气，是我自己的。我费力地偏过头，看见香菱跪在床边，眼睛肿得像桃。她见我醒了，眼泪掉得更凶。殿下，您终于醒了，奴婢还以为您挺不过来了。她想扶我，却不知从何下手。我浑身都疼，尤其是小腹那里空荡荡的。孩子呢？我的声音嘶哑的不像自己的。香菱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猛地低下头，肩膀剧烈颤抖。她来的时候，我下半身全是血，
孩子的半个头都被玄机踩出来，在宫口晃着。那个我曾满怀欣喜期待的小世子没了，就连我自己也差点因失血过多死在玄机脚下。传太医，皇室公主落胎非同小可，太医院必定记录在案。香菱的哭声变成了绝望的呜咽，她猛地磕下头去，额头抵在冰冷的玉石地上。奴婢没有，奴婢去找太医了，可是全城的太医都被驸马爷调走了。她抬起头，脸上满是泪痕和气愤。驸马下令说任何人不得为您诊。他的话像一把冰锥，狠狠扎进我心口。原来如此，玄机踩碎了我的孩子还不够，还要断我生路，生怕我死得不够透。最后一点微弱的希冀也熄灭了，心底那片荒原彻底被寒冰封冻。我望着帐顶绣着的繁复鸾鸟，眼睛干涩的发疼，竟流不出一滴泪。也好，原来在他心里，我连一个太医都不配，连我死了都比不上他心尖上那人一丝半点的不是。罢了，我这半生本就是不值得的。我的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惊讶。香菱惊惶地抬头看我，似乎不明白我为何如此平静。我不需要他明白，有些痛撕心裂肺，有些死无声无息。于晨必经太医们会诊，只是吃多了积食，胎相稳得像石头。那场惊天动地的动胎气不过是个笑话。我听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玄机大概觉得我又在耍什么新把戏。父皇召他入宫，问他和我究竟怎么了。他跪在御书房，说要娶于晨璧为正妻。他说只要我肯安分，就会善待我。他永远这般自信，觉得我非他不可，离了他就不能活。直到父皇冷冷地打断他：不必了，萧渊已与你和离，你要谁做你的正妻，自行处置，不必禀于朕知晓。那一刻，玄机的表情震惊、错愕、难以置信。他大概从未想过，那个曾经赌上一切、不顾一切也要嫁给他的萧渊，真的不要他了。他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却不知道从他狠心踩下那一脚开始，他玄机在我搬回了公主府，大门一关，隔绝了所有窥探的视线，尤其是玄机。香菱按我的吩咐，将府里所有与小世子有关的物件全都收拾起来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火光跳跃，映着我毫无表情的脸，仿佛那个孩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我按时喝着太医署送来的调理汤药，很苦，但我眉头都不皱一下，苦才好，苦才能让我记住。身体渐渐好转，心也彻底硬了。可听说，自从我递上和离书后，玄机多次来找我，但我一次都没有见他。这日，玄机站在公主府朱红的大门外，又一次吃了闭门羹。香菱恭敬却冰冷地传达着我的意思：殿下身体不适，不见客。尤其是您。这话没说出来，但玄机听懂了。他捏紧了拳，心里堵得慌。不过几日功夫，那个曾经对他嘘寒问暖、痴缠不休的萧渊，就像彻底变了个人。玄机回到驸马府，于晨璧立刻笑着迎上来，身上带着浓烈的香粉气。他忽然觉得有些逆烦，不动声色地避开了他的手。爷，怎么了？可是公主又给您气受了。于晨璧声音娇打，话里却藏着真。闻着那味道，玄机却是从未有过的烦躁，随手将他挥开。他独自去了书房，桌上还放着那封早已签下的和离书，盯着那刺眼的萧渊二字，心里莫名空了一块。玄机开始喝酒，醉眼朦胧时，眼前晃动的竟是那日我在醉仙楼转身离去时那双。再次见到玄机是1月后，正值母后过寿，宫中设宴，我不得不去。1个月下来，我消瘦了许多，下颌尖了，眼神却更锐利。宴席之上，丝竹管弦，歌舞升平。我端坐着，目不斜视。玄机还是来了，隔着人群，他的目光一次次落在我身上，探究的、复杂的，我全当看不见。他终于寻了个机会，在回廊尽头堵住了我。玄机看着我，眉头微蹙，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一点过去的痕迹。沉默了半晌，他才艰难开口，语气带着一种施舍般的复杂：你我虽已和离，但孩子终究是我的骨血，生下来吧，我会尽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我几乎要笑出声。他口口声声说着责任，却连我宽松宫装下早已平坦的小腹都未曾注意到。他那日踩得那么狠，难道真以为孩子还能保住？我抬手轻轻抚过小腹，那里只剩下一片虚无的冰凉，然后看向他，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、毫无笑意的弧度。不必了。玄机愣住，我声音平静：驸马不是已有自己的孩子了吗？好好照顾于姑娘和你的世子吧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我没给他机会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：玄机，我萧渊此生与
胡言乱语。满场一时寂静。就在这时，香菱的身影出现在厅门口，她捧着一个锦盒，一步步走来，步履沉稳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。旋即皱眉：你来做什么？香菱不卑不亢，行了一礼：奉公主之命，特来为驸马爷和于姑娘送上一份贺礼。她打开锦盒，取出里面厚厚的信笺和一件男子贴身玉佩。此乃淮南郡王与于陈璧姑娘的私通信件及信物。香菱声音清晰，传遍每个角落。经查证，于姑娘所生之子，生父实为淮南郡王，与驸马爷您并无干系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满座哗然，所有目光瞬间定在于陈璧惨白的脸上。旋即猛地站起，脸色铁青，一把夺过那些信件。他越看手抖得越厉害，最后他狠狠将信砸向于陈璧。贱人，你竟敢骗我！于陈璧抱着孩子踉跄一步，他看着旋即暴怒的脸，突然疯了般大笑起来。骗你，旋即，你心里只有那个死鬼玉莲，后来又被萧渊勾了魂，你何曾正眼看过我？我原以为没了玉莲你就会娶我，没想到竟半路杀出个公主。他尖声嘶吼，面目扭曲。我不过是你弃他的工具罢了，你若爱我，就不会让我背负这么多罪名，我只是让你背一顶绿帽子，怎么了？字字诛心。旋即僵在原地，脸上血色尽退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满堂宾客鸦雀无声，只剩于陈璧颠。我看着旋即把自己关在府里3天3夜，心底没有半分波澜。他总算肯从于陈璧编织的谎言里清醒了。那摆在眼前的私生子，终究敲碎了他对贤内助的幻想。他出关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掘地3尺，彻查玉莲之死。真相来得又快又讽刺，是于陈璧联合他的奸夫淮南郡王设下毒计，逼得玉莲走投无路投了井，还将所有罪责巧妙嫁祸给我，只为除掉我，顺利上位。我忽然想起从前，他几次在朝堂犯下大错，被父皇厌弃，都是我跪在御书房外，寒风中苦苦哀求，才换来父皇的宽恕。可他眼里我是善妒的毒妇，于陈璧才是温柔贤淑的良人，多可笑！我在院子里燃起一盆火，把他送我的诗词、画卷，还有那只他随手折来的桃花，全都扔进火里。那些虚情假意，就该在噼啪声响中烧成灰烬。就在火势正旺时，旋即冲了进来，形容狼狈，双眼赤红的像从地狱爬出来的鬼。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死死抓住我的裙摆，声音破碎的不成样子。渊渊，为夫错了，玉莲的事，朝堂的事，都是为夫瞎了眼。我面无表情地抽回裙角，冷冷看着他。驸马认错人了，我是萧渊。旋即扬起脸，泪水和污泥混在一起，哪还有半分从前佛子的清冷金贵。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语无伦次地喊着，他是我孩子的父亲，让我放心，他定会做一个好父亲，弥补我的后半生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无比疲惫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想的还是用孩子绑住我，从未真正反思过自己的过错。我朝香菱抬了抬手，他立刻端来一个托盘，上面整整齐齐叠着一件月白色的衣裙，只是裙摆处那一大片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，依旧触目惊心。我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起伏的告诉他，孩子没了，就在他踩我那一日就没能保住。旋即听后猛地抬头，瞳孔骤缩，满脸难以置信地说，太医明明说过我胎相稳固，为什么会没了？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，满心都是刺骨的痛。斥责旋即当初那一脚那么狠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居然会觉得孩子还能活。他脸色煞白，急忙辩解，他那日并没有用力，只是想给我个教训，而且我在喝安胎药，便认为不打紧。听到安胎药，我打断他，笑声愈发凄厉，那是我让孙大夫开的滑胎药。他彻底僵住，像是没听懂我的话。突然他眼睛血红地瞪着我，猛地站起来，那模样像是要吃人。你喝了滑胎药，萧渊，那是我们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看着旋即嘶吼着将杀子之罪扣在我头上，我心里只剩彻骨的寒凉。这就是他，永远只会把罪责推给别人，从未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了怎样的灾难。我扬手用尽全身力气给了他一个耳光，清脆的声响在院子里回荡，打散了他的暴怒。我从袖中掏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证词，狠狠摔在他脸上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，旋即，杀了他的人是你。纸张轻飘飘落在他眼前，他颤抖着伸出手捡起，指尖冰凉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，那上面是孙大夫的亲笔诊断，清清楚楚写着，我的流产乃外力重击所致，与药石无关。我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脸色从赤红一点点变成惨白，最后褪成一片死灰。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骨头，双腿一软，瘫软在地上，蜷缩着身体，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呜咽，一遍又一遍疯癫的重复，是我杀了他，是我才……旋即在地上蜷缩了很久，久到火盆里的灰烬都凉透了，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他的眼神空洞的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自始至终没再看我一眼，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，你放心，我会赎罪。便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我的院子。我知道他所谓的赎罪不过是想给自己找个解脱的借口。后来从香菱口中得知他再次出家了，回到了从前修行的寺庙。可玉莲之死的真相，错怪我的愧疚，亲手害死亲生骨肉的罪孽，像3座沉重的大山，日夜压在他心头。
他在寺里过得极差，郁结于心，日渐消瘦，精神也越来越萎靡。原本清倦的面容变得枯槁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油尽灯枯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转眼寒冬来临，凛冽的寒风刮过寺庙的红墙黛瓦，也刮走了他最后一丝生机。寺里的人都说他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那副模样早已没了当年佛子的半分风骨与清冷。我正立于高楼之上，俯瞰万里江山，手中握着朱笔批阅奏章，笔尖在宣纸上流畅游走。香菱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身边，声音轻柔，却带着一丝试探，禀报了玄寂的死讯。他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冬天，在寺里油尽灯枯而亡。我的笔尖猛地一顿，朱砂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红，像极了当年那件月白色衣裙上干涸的血迹。我抬手合上那本染了朱砂的奏章，随手扔到一旁，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知道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那些年与玄寂之间的背叛、误解、伤痛，那些纠缠不清的孽债，总算随着他的离世彻底了结。香菱为我披上绣有金黄的披风，抵御山间刺骨的寒风。寒风吹起我的衣袖，猎猎作响。我望着脚下的锦绣河山，目光坚定而深邃。我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一生我再也不会是谁的妻子，不会被情爱所困，不会被过往孽债所缚。我是萧渊，是大启的皇太女，未来的江山终将由我执掌，我的人生终将壮阔不凡。